好了，到点儿了啊，我把音乐关掉。OK，各位小伙伴，大家早上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一朵云的直播间，我是博云。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画的这张作品呢，其实依然是黄山的一个景象哈。通过这张作品，其实大家可以简单的感受到，右侧是咱们的工具提示，大家做好相应的准备，好不好？那么这张画我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哈。其实通过这个直观的视觉效果，我想大家还是比较直观的能感受到一种巍峨险峻，而且尺幅虽然很小，但是呢气象很大。它是一种浅降当中啊，我们说是偏青绿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啊，可以说是小青绿吧。作者呢叫汪彩白，别号就叫喜无居士啊，喜同居士就是喜梧桐的意思啊。梧桐居就是喜梧桐居士嘛，他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一位颇具影响力的画家。那么他的一生呢，就是说我们可以说他是继这个建江，建江大家都知道吧，红人嘛，是不是？还有石涛、梅青这几个画家之后的又一个呢，比较擅长画黄山这一代表性的人物了哈。他的技法，我们说以浅降，或者说这种青绿的形式表现黄山呢居多啊。所以他也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就。我们说给这种记落的300年的新安画派啊再铸强音。新安画派是包含了哪些人？是不是有包含了我们之前所说的红人在里边？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他的这个画面的作品呢，就是他的创作主要以黄山为主题，卧游的这个系列呢是他的这个代表性的作品。卧游，各位小伙伴你还躺着的吗？你还卧着的吗？好，咱们可以带大家卧游一下哈。我们说这种大胆的裁剪，或者说大胆的这种裁剪的构图啊，非常的新颖，而且笔墨也非常的这个紧细，是吧？不像我们之前画的，比如说黄君璧的，它相对要粗犷一点点啊，色彩它也更加显得雅洁，比较轻易，是吧？沁人心脾。虽然这张画呢看起来有一点点这个陈旧了，但是这种色彩或者空间的造型的构图的这种美感呢，还是能够直观的体现到的哈。我们说是一部无朽的无言诗啊，他的画作，他画的黄山，往往被这样去赞誉啊。来，我就要调转镜头了，带我们的小伙伴一起来看一看。好嘞，好嘞。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到一朵云的直播间哈，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哦。来，我们调转镜头。好的，各位小伙伴能看到我的双手吗？当然我在这个屏幕下方也给大家放了一张这个我之前大概是7、8月份吧，7、8月份呢就是画过一次这张作品哈。然后我也把它做成了咱们这个直播回放里边的这个海报，是吧？好，当然在这儿也可以强调提醒一下我们的小伙伴，如果你确实平常工作比较忙，或者其他事情呢耽误了，你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回放，是不是？哪里不会点哪里啊？学习的时间、学习的地点呢，也可以更加的自由，更加的充分，好不好？好嘞，我们就简单说到这儿啊。那通过我的这个，因为通过白色的纸嘛，白色的纸这样一个翻译一下，是不是它看起来更加的轻盈、更清新一些了哈？不是工笔哈，不是工笔。虽然说我们说偏工细一点，但是而且它着色呢也比较偏这种青绿的形式，但是呢，它依然是属于什么？我们的这种小写意的范畴啊，小写意的范畴，董姐姐理解了哈。好，他画的呢依然是这个大概，他这个根据他的落款写的大概是云若寺啊，云若寺大概向下大概几里哈，有什么两泉相会是吧？有这种奇松和微风耸立在这儿。他这张画也没有写，就是没有就是取名哈，没有取名，但是他在这个落款的时候，大概告诉你了我写的哪儿，画的哪儿是吧？他的画是不是更像那种我们之前给大家说的游记，是不是？也就像我们以前说徐霞客游记是吧？走到哪儿画到哪儿，
你们想不想以后，不仅可以握油，还可以出去走一走啊，自己画一画啊？好嘞，咱就说到这儿啊，我们就放到一边，一会儿带大家一起来画了啊。可以用仿古纸，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，你来选择都可以。拿出咱们的这个狼毫的小号吧，狼毫的小号，狼毫的小号，把毛笔呢给它浸湿了，毛笔浸湿了。我们拿2个碟子啊，拿2个碟子，然后我们就纸张，大家应该都准备好了哈，都准备好了吧？人物为什么去掉了啊？那个可以加上，可以加上。来，我们把毛笔在这个笔洗里先浸湿，用小号的狼毫或者小号的尖毫都是可以的，都是可以的啊。喜欢哪里点哪里，是的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笔呢已经浸湿了，浸湿之后，毛笔的笔尖蘸取咱们浓重的墨色，是吧？微微的去调和，微微的去调和。记住，我们今天画的这个画儿呢，它的这个整个的墨色的层次呢，都不是特别的浓重，都没有特别浓重的地方，它主要是以颜色的方式呈现。所以你在动笔之前，你就要把这个画面整体呢有一个把握或者有一个感受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稍微调和的时候啊，注意一下它的这个层次，是吧？好，根据我们的需要去调整啊。太好了，又找到咱们的学习的组织了，是吧？归队了，归队了。好，再拿试笔的纸吸吸毛笔的笔肚啊。新来的小伙伴啊，还是说我们已经画了很多的小伙伴，都是在注意这些刚开始的这些基本的操作步骤的时候，还是要严谨点啊，好不好啊？当我们达到那种随心所欲的境地了，咱们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。好嘞，咱呢就简单的说到这里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带大家画了啊，把这个图放出来。好了，然后我们也根据左侧的这个参考线啊，如果你来晚了，一会儿可以提醒一下，提醒一下我们来晚的小伙伴啊，在咱们的这个左侧可以看到工具清单。好，我们先找到整个画面横竖十字线交叉的点，横竖十字线交叉的点是吧？就是这个十字线，稍微定一个点嘛，就是方便我们根据这个点去参考位置。我其实现在自己也习惯这样去画了。以前我自己画呢也不定点，现在呢也习惯了啊，这样去把它找准一点点啊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我们把这个多数可能都是大伙伴了，是吧？好，小伙伴呢是我们直播间的一种比较亲昵的这个称呼啊，好吧？来，我们呢推进一点点，我们从整个纸张的底部往上开始画啊，往上开始画。我们画的底部，也就是大概那棵松树那几棵树的底部的时候，大概画到哪儿？我们从横着的中心线到纸张底部1半的距离，是吧？再靠下1指，再靠下1指左右，1指左右。那么这个最高的点大家定在哪儿？位于竖着的中心线靠右1指左右啊，是吧？1指多一点就可以了。这就是我们定的这个底部画的那块岩石哈，那撮岩石的最高的点。当然前面我们还要给它教的一些小的细节啊，教的一些小的细节。好，不老不老，你即便80岁，你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来游山玩水，那么都是拥有不老的灵魂，都是我们的小伙伴，好吧？来，我们现在用淡淡的墨色开始啊，开始咯，我们要开始大家画了哟。这是定的最高点，它前方还有一层，还有一层。那么用淡淡的墨啊，淡淡的墨，从大约左侧，左下，是吧？右上，我们大致就勾了这么一根线，啊，两头虚一点，中间实一点。小伙伴们勾线的时候沉稳一点点啊，不要因为这个特别担心我画的不准，或者说哎呀，我真怕这一笔晕了。
晕了就晕了啊，你大胆一点点啊，它大不了出点问题嘛，是吧？你只要出错了，有经验了就可以了啊。好吧，那么勾勒出来，这是第一笔。然后我们呢，要适当的往后走的时候要怎么着？要给大家是不是丰富一点它的造型结构，适当的交叠一下呀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这个结构线呢，我们可以适当的，它并不是说完完全全是什么样子的一根直线，它要适当的波折或者是转折一下啊，转折一下，把这个坡弧就是它拱起来的感觉呢带出来。好，带出来了是吧？然后我们比如说往下方，你比如说跟着这个纸张的边缘，自己可以稍微带那么一笔两笔，墨色都不浓重啊，都不浓重，是吧？除了小伙伴，还有伙计们是吧？来，我们呢在它前方啊，在它前方，这都是当年的回忆。好，再从前方啊或者顶部这一块，大约挨着中心线这个位置哈。我们这处呢，它有一撮撮这个什么，哎，一撮撮树是吧？我们呢可以把这一撮呢给它大致的勾勒出来啊，大致的勾勒出来，是吧？交叠一层两层。好，右边也是一样，是吧？交叠一层两层。好，推进一点都可以看得到吧？好，这个线条啊，有的时候我可能画的呢非常的简单，是吧？有的小伙伴在画的时候容易碎，但记住了，这线条它会有什么？我们只要画一组，只要成组出现的这种东西呢，它都要兼顾内在的它们组合的内在的秩序，有长有短，有疏有密，是不是？干湿浓淡，哎，都要兼顾上。嗯，好了，这是我们画的最前方的这一块岩石哈，最前方这一块，然后我们再往下方走，再从下方走。好了，这是我们交叠的这一处，是吧？两层的岩石在交叠的地方呢，稍微带一点点皴擦的，痕迹也好，或者说纹理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这是我们画的第一块，跟上了吗？跟上了，敲个666啊！刚开始就要给自己打点气儿，鼓励鼓励，鼓励鼓励啊！好嘞，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哈，可以点左上角头像加关注。如果你还没有关注的话，因为每次直播呢都会给大家自动提醒，然后也可以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，穿上我们黄色的小马甲，就有权限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，获取我们每一次直播时的高清案例图和工具清单。提前一天呢会给大家发送的啊，放大点是吧？行，你要多大？来，大，有点顶着了是吧？来，我们看看，这就够大吧？太大了，你是不是也不方便观看？这个角度合适了哈。好，然后这块画到这里，然后右下角我们再来画这块岩石，浓重的墨色在右下角，啊，高矮交叠是吧？交叠大概2层左右。是吧？交叠2层左右，一层浓重一点，一层呢浅淡，前面的浅淡，我们后边加的这种啊，它就要稍微的浓重一些。好，然后我们从下往上，从底部是吧？哎，往上去皴擦。对吧？把底部呢稍微的是吧带一带就行了。皴的这种笔触大概是什么样子的？可以来看一下哈，比如说头重脚轻呢，这种是吧？方便一点的，还有我们直接像擦的这种笔触一样，不管你是皴也好，擦也好，我们在刻画细节的时候，你皴擦的笔触呢，它都要有一定的清晰或者说明确点的笔触。
如果你都是含混的擦的揉在里边的，那这个效果呢就不是太好了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要尽可能的给它这个皴的稍微的清晰一些。当然，我们有的时候它是清晰的地方并不多，它是虚实结合起来，虚实结合起来。好，这是我们画的右下角啊。画到这里之后，我们在它的上方，比如说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添加一些小的勾勒的形态或轮廓啊。好吧，这是我们勾勒的最前方。你发现没？它的这张画是不是很容易上手？很容易上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往左边走啊，再往左边走，它也是勾勒了不经意的一些小的石块啊，墨色呢可能稍微的淡一点，比如在这个斜坡啊这里呢，我们给它勾勒一块小的石头。小的石头，左侧，在竖着的中心线是吧？靠左是吧？靠左，大概1指左右，在它边角呢，大概有一块耸立的小石块是吧？我们大小结合啊，大小结合着来。这个呢是偏扁的，这个呢就偏尖耸一点点，尖耸一点点。好，不要让它们看起来都那么雷同。好，右侧画的浓，左侧呢就可以稍微的淡一些，为了保持一定的区分。好，我们画到这里，然后再从右边稍微的添加一点点，添加一点点。来，我们推远点儿，是汪彩白的作品啊，汪彩白的。然后我们再从上方走啊，再从上方走，用淡墨，从上往下拾起虚收，然后呢，再从它的我们刚不定了一个点嘛，啊，给它衔接过来，把这个斜坡是不是大概带出来？勾勒的线条，纤细，柔曲一点点，它不是那种画的方方愣愣的哈，不是那种方方愣愣的。然后再从它的右侧，啊，带一块小的石头，然后呢，再从下方走，我们去勾勒，一层这种小线条，对吧？在它边角这一层添加了些细节，宽有窄线条啊，有繁密的地方，有比较简阔的地方，是吧？啊，这些处理或者说组织画面的时候的一些小的节奏，我们要兼顾着啊。好，再从上方我们呢添加一些小的小线条，差不多要接到纸张的边角去了。好，前方我们也添加一些小的细节哈，就是一撮撮的岩石啊，耸立在那儿，现在多高？这块最高的地方就定在我们整个横着的中心线，整个纸张横着中心线到纸张底部一半的位置呢，在偏下1指左右，最高的这个点就在这儿嘛，然后位于竖着的中心线靠右大约1指左右，啊，大约嘛。好，理解了。好，这块画的怎么样了？啊，刚开始呢，我们画的时候这些东西比较简约，比较简阔。适当的，我们来添加点细节了哈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用淡一点的淡墨，就来跟着岩石的轮廓线走，是把这种石头呢给它衬托出来。
大概多久能在回放里边看到是吧？我们呢下播之后就会上传，只不过它呢平台呢需要审核一下，需要审核一下。好，根据这个轮廓线，用我们所谓的蓖麻村的方式都可以。什么是蓖麻村？也就是我们说的，来拾起是吧？虚收的这种或者说柔韧的中锋线条，对不对？跟着我们岩石的结构线的方向去行笔，适当的交叠，有长有短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在组织的时候有长有短，然后呢，适当的交叠，如麻披散而错落交搭，其实就是一种以线条的方式表现的一种笔墨，一种笔墨表现的形式嘛。然后我们再从右侧走。村的时候这个墨色它不会特别的跳跃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我们呢再跟着这块儿从上往下，把前面的这一撮石头上方顶部的留白，是吧？也给它再加一丢丢。好，然后右边也是一样。好，用淡一点的墨色是吧？给它画出来了。然后右边呢，我们也是要给它适当的去皴擦一下，带一点淡墨。好，再从上往下来，底部往上走。好，给它皴擦出来了是吧？把前后岩石交叠的地方给它区分开，同时呢，适当的进行了墨色的过渡，然后这个时候岩石看起来它更厚重，而且更丰富了，是吧？皴的时候笔触不要散乱，它还是相对清晰，是吧？有些地方虚下去，不代表说它都没有轮廓了。有的小伙伴呢，我们说一虚，把这一块地方画的再含混一点的时候，它就容易乱，是吧？就直接几笔的那种水都不控制一下，是吧？就给覆盖上去了，就显得容易出问题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稍微推远一点，大家看看整体的效果，对吧？好，大致的把这一撮是吧？右侧这块呢，需要我们塑造的墨色稍微的多一点哈，我们呢大概就给它画到这里。把边角呢再给它接几根线往下走一走，前方我们再接几根线往前走一走。闻声而来，原来是博云，原来你也在这里啊！来，稍微的往前走一走。岩石偏暗的地方是吧？我们就可以稍微的再擦一擦，皴一皴，对不对？只能眼睛跟的小伙伴儿，其实手上也可以跟啊，怎么跟呢？手上那就点，使劲点它，使劲点这个戳屏幕啊。好，这是我们最前方这块儿，哎，大家画出来了吗？跟上了吗？哎，跟上了，敲个数字1啊，跟上了，敲个数字1。没有什么皴法，它以颜色体现为主，用线条的方式。其实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，20世纪的这些画家，他们在画的这些画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笔法、皴法都更加的灵活，更加灵活，不能说我们完完全全的还像古人那种笔墨的形式上面去塑造、去表现，对吧？皴法不是唯一而且所谓的皴法，它也是为我们的画面服务，而不是说为了表现皴法是吧？为这个什么，为主要的这种内容。好，我们可以用点淡墨，可以擦一擦，是吧？把边角稍微的用墨色给它稍微的衔接一下。你比如说有些轮廓，我们可以再给它补充，是不是？
好，用淡墨啊，我们一点点的画，因为这个一会儿着色的呢，它要比较多，着色要比较多。其实画起来，你们发现没？今天这张画好像比之前的画，呃，要更容易出效果一点，是不是？那这张画其实大概1/5吧，我们就已经给它画完了，1/5都已经画完了。我们村过的笔触，你看，我们再用淡墨去统筹，是这样子的啊，小伙伴们。如果你发现我在群内给你点评的作业的时候，它是我说你有些地方比较散、比较碎，需要去概括，或者说我们需要一些清晰和肯定的笔触，那么你就可以通过比较肯定的就是分明的步骤，比如说勾、皴、擦、点染的方式呢，去给它去表现我们所要表达的画面，是不是？你勾完了之后，勾的时候墨色相对清晰、明确一点点。皴的时候呢，墨色相对淡一点，枯涩一点点，但是笔触要清晰，对不对？擦的时候呢，就含混一点，让墨色呢它们笼统的覆盖的或者过渡的更自然一些，好不好？好，这几个点大家记住了哈。在群内呢反复的讲到，有些小伙伴这个画面，过度的或者说它这个塑造的呢，有一点点这个问题哈。好嘞，咱们就画到这儿。现在还没有干，就先不去给它点。接下来我们先来画一画右侧的树，好不好？还有左侧上面啊、顶部啊，都还有很多的小树。好嘞，已入团是吧？好，欢迎你成为咱们的团宠。啊，快乐笨笨，散步的月光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我们一起来画上方的这种小树哈。那么这棵树最高的点，它不会超过什么？它不会超过我们横着的中心线，从上往下，从上往下，是吧？我们定一个点，大概多高？来，我们拿一颗我们的大白兔给大家参考一下啊。你看，超过了一个大白兔的一个距离哈。好，从上往下呢，大概一个大白兔是吧？要超过一个大白兔，然后呢，离咱们纸张的右侧边缘。一个整整的大白兔啊，加上咱们包装袋儿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开始来画了啊，从上往下，从上往下，是吧？精细一点点，推进，推进啊，让大家看得更清晰一些。小黄车里边有大白兔的。好，这是我们直播间呢仅有的几份实物啊。好。然后我们从上往下，适当的拨着一点点，适当的拨着，然后左侧是吧？我们要给它稍微的添加一点小枝。这个添的时候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是吧，做一定的调整，有长有短啊，有长有短。好，昨天我们画的那个雪景，大家发出来之后，我看到哈。这个出的枝呢容易显得平均。那么今天画这个呢，它主要是以什么？我们以这种叶片的方式去体现，所以呢可能会相对便于大家去把握一点，但是也要找准它的这个造型的整个的姿态哦。好，我们把这棵树是不是大致的就给它确定出来了？底部我们给它稍微的勾勒一下。树稍浓重一点点根部啊、树干部分呢，它就要稍微的粗犷一点点了，稍微的粗一点点了，这是基本的常识嘛，对不对？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的树都是树梢比较细，一般都是树干根部啊要粗一些。每天吃个大白兔，天天都是好心情。是的，是的。好嘞，然后我们再从边角这地方是吧？好，我们大概把这棵树啊，这棵树给它画到这儿，这是树干嘛？然后在边角是吧？用浓重的墨色，加点枯枝，从上往下，适当的波折都可以的。
好，然后我们再往左边走的话，其实还有一些咱们的这种杂树啊，这些枝态、枝干呢等等，我们先不去给它叠加，我们先把这个什么叶片给它画出来。它的叶片也是比较浓重的，水墨饱满，水墨饱满啊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来，我们推进一点儿，小伙伴们推进一点点，用这种宽阔的笔点，是吧？把咱们这种树的姿态来给它叠加出来，叠加出来。其实大概也就是我们的介字点嘛，这点小伙伴们应该都能理解，是吧？我们以前画的介字点是头重脚轻，是吧？那这个画的时候呢，你就宽阔一些，是吧？上下都比较快阔，比较快阔。树根为什么有的不染色？就是为了区分一下它和地面的关系嘛。有的时候单独它这么做的作用，你可能不大理解的话，你就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当中去理解它，你可能就明白它为什么这么操作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再往下走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的墨色是不是开始变淡了？开始变淡了吗？再往左边走啊，左边走，浓重的墨色是吧？其实这块我们也没有加什么树枝出来，我们可以稍微的加一个枝，啊，体现它有一点啊，有一点左侧浓重一些，然后再来。好，然后画的这个叶片当中是吧？我们叶片与叶片之间适当的衔接连叠一下，适当的衔接和连叠一下，让画面呢看起来更加的什么丰富形象一点，丰富形象一点，让有一些浓淡的这种穿插，是吧？不能让它显得琐碎。好，我们呢就先画到这儿哈。好，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，可以点关注哦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以后我们每次直播会自动给大家提醒的啊。好嘞，颜料管小黄车里边没有颜料，有的啊，有的，往底部拉一拉啊。水中月，归雁南飞。早上好，喝一杯清晨的热开水，暖暖的，真贴心。大家也要喝点热水啊，多喝热水，天冷了注意防寒。好的，我们给它画到这儿，然后从左侧啊，从左侧，然后大约这个倾斜的树枝依然是浓重的墨汁哈，浓重的墨汁这块呢画的稍微的细碎一点点，就是稍微细一点点嘛，就是但是画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些小伙伴容易画碎，大致画的时候把这种主次的关系，出枝的长短主次关系给它画出来，对吧？被这块叶片给挡着的，对吧？左上右下，把这个枝干给它接出来。越往下面走呢，它可以相对的粗一点。它这个枝大概要从这个位置下来，对，大概我们要画到哪儿？应该是从这个旁边是吧？我们衔接下来，衔接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墨色要变得更淡，变得更淡一些。从上往下。好，然后有一定的这种粗细的变化，有一定粗细的变化。好，稍微的加上一些长短不一的这种小树枝。
有长有短啊，兼顾一定的疏密感，兼顾一定的疏密感。好，比如说这一侧出一个比较长条的，在它的底部这里呢，也要出一个枝。有的时候出枝啊，它感觉像下面长了一个小的长条，小长条的一棵树苗。后面的双钩的树干它要粗一点，前面的单钩的这种的细一点，然后有长有短。好，一会儿如果时间方便，我们可以带大家画一点点这种苍老啊、遒劲的这种白树啊，是吧？感觉是吧？我们来感受感受。画这种树呢，很小心，是吧？非常的这种，当然也比较简略哈。但是我们可以画一点呢，稍微的丰富一点的。然后再从右边走。好了，推圆。这一侧大家画完了吗？来，如果画完跟上的是吧？依然给自己鼓励一下，敲个666，好不好？啊，敲个666。好嘞，在画这些线条的时候哈，这细密的小线条的时候，记住它是要有一定的浓淡的关系在里边的啊。好，进来摸鱼是吧？没关系，我们的直播间是吧？就是带大家一起来陪你画画，陪你聊天，陪你摸鱼，摸到星期天。今天刚好星期三过完，不，今天星期四了，昨天都过完星期三了，对吧？过完星期三就是星期天，又是觉得美好的期待的时候了啊！周末双休不加班，这就是大家人生的这个这种快乐了啊，小小的快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画这个松树了哈，这撮小的杂树呢，我们就先画到这儿，就先画到这里啊。来，我们来画这个松树，从上往下，这个松树最高的点大概画到哪儿？大约在横着的中心线是吧？就在横着中心线，你靠上大约一直是吧？就或者说就在中心线上左右都可以的。大约位于竖着中心线或者这个十字交叉的点，靠右，2到3指吧，3个手指，这是它最靠右侧的地方，然后它是这样蜿蜒曲折，对吧？最靠左边的呢，离竖的中线大约1指，这样画过来。来，我们推进一点儿，从上往下啊，从上。我们勾勒的墨色要适中哦。这个树干、树梢部分呢，它可能有一些浓重墨。从上是吧，往下。双勾一下咱们的轮廓线啊，然后再往下走，衔接下来。双勾，这是它的这个大体树的一个姿态。这个树大概着落在哪儿？是在这个位置，是不是？啊，树干它是非常纤细的，是吧？它画的树呢都是这个样子，都比较纤细，不是那种特别粗犷。往左边底部，我们要给它添加点枝。好，是加到这儿的，然后来一点浓重一点的。
从上往下。好，给它衔接下来。被遮挡的地方呢，可以隐约的表示一下，不需要过多的去表现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画的最高挑的那棵松树了。这块大家跟上了吗？画出来了没有？好，这是我们画的这块小树。这棵小树呢，没有特别多的细节，你可以稍微的给它皴擦一点树皮，是吧？我们说的松皮如林，柏树缠身，用这种是吧？小圆圈的方式，稍微的像鱼鳞的这样鳞片的样子，是吧？带一带。当你在画的时候呢，不一定要笔触非常的清晰哈，而且我们画的这棵树本来也非常的窄，画不了多少，适当的给它带那么一点就可以了。好，稍微的带一带，底部可以适当的留一点点白啊，树的根部这一块留点白，然后在这个树的左侧是吧？左侧，我们用浓重的墨色呢，可以稍微的再帮它出点汁啊，再出点汁，然后方便一会儿我们去叠加这种叶片等等。好，我们推远是吧？像水龙头啊，你可以这么去理解。通过你生活当中的这种认识的物象啊，去给它加出来，都可以的。然后我们来叠加一下叶片啊，可以用我们的小红毛是吧？用我们的小红毛来在笔洗里边浸湿了，浸湿之后，毛笔的笔尖是吧？蘸上一点咱们浓重的墨色，在咱们那种树梢部分是吧？画一个扇形的一个状态。扇形的一个状态，从上往下。松针不用画的特别长，跟着这个出枝，就是它的整个的一个树干吧，或者说枝的一个边缘呢，添加一些就可以了，是吧？添加一些就行。然后再从左边来，跋山涉水来找你，好，终于相见了啊！好，再从上往下，底部适当的给它添加一些。然后我们再从右侧走，点上一些胎点，树干上方。好，这个出枝我们叶片可以稍微的画的宽阔一点，稍微的宽阔一点。右侧也给它再叠加。OK， 好，就大概画到这里吧，大概画到这儿。小马甲掉了是吗？好嘞，咱们这是画的这个最前方或者最高挑的这棵奇松，他画的这棵松树，我记得在上个月的14号对吧？我们画的也是他的这个作品，画的也是这个
差不多黄山的一个景象嘛。好，他画的这个松树的造型是不是都比较有他自己个人的这种特色？好了，接下来推远一点，大家看看整体的效果哈。基本上画面的一些小的细节是有了。我们顺着这个点呢，把前方底部也是一些细碎的小枝给它勾勒出来。细碎的小枝从上是吧往下，用比较浓重一点的这种小的树枝给它勾勒出来。在底部嘛，有高有矮是吧？有高有矮，有长有短，适当的错落。一丛杂树是吧？推进一点。是的，课程已经放到了咱们的学廊里边了。好，有需要的小伙伴呢，可以去加购哦。永久的观看权限啊，永久的观看权限。好，在这岩石的边角，在咱们这底部是吧？村过的地方，我们现在可以点上一些苔点了，因为干了嘛。这块树枝大概画到这儿就可以了。好，不要画的太过于细碎，兼顾一定的疏密感哈。疏密，我们一直强调。好，你的树叶、树枝之间呢，有一定的交叠，是吧？好，在这种根部啊，这种石头的底部是吧？交叠的地方啊。或者顶部或岩石结构转折的位置，我们要给它点上一些苔点，这个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，对吧？好，然后我们再把底部稍微的高矮错落的加一加加一加。好，然后冲上来，不能显得散乱了，是吧？有的小伙伴呢就一组一组的5颗5颗的往上画，那样效果呢是不太合适的啊，看起来效果不太好。然后我们高矮的点上一些点，好，根部这块也是一样，适当的丰富一下。再用淡一点的苔点，是吧？去丰富咱们这个画面。丰富，你看底部这块儿，比如说底部这块儿啊，这么多留白的地方，我们其实需要点上很多的苔点的，是吧？这样苔点类似于有点排队了感觉了，高矮错落的是丰富一点。好，苔点点的漂亮了，画面呢它也很精彩。你要点的散乱了，对吧？这个画它也不好看。可以适当的去丰富一下啊，但是淡墨的点哦，重墨咱们已经点过了。好，再往左边走。把自己点跑了。好，你如果没有画，那你就得多点一点啊，多点点，用手指头点啊，点赞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往右侧走，顶部是吧？适当的疏朗的叠加一些叶片，叠加一点类似于像一丛小的杂草树叶，对，在这个边角的位置。好，细密一点哈。好嘞，咱这块大致就先画到这里了，小伙伴们。边角的细节我们就先加到这儿。紧赶慢赶还迟到了是吧？
没有关系，以后啊，我们还有回放可以听了啊，回放已经呢开始上传了。然后我们在左侧还再加点树，这块画完，我们的画就完成了1/3了啊，把这个树叶画完就完成1/3了。从左侧是吧？但这侧的树呢画的比较淡，画的比较淡一点。啊，我们把笔触呢还是稍微锯的尖一点啊，比如说左上右下，然后呢有一定的长短的交叠，有一定的交叠关系。稍微的在边角来一点浓重的墨色。好，加了这么一簇是吧？然后就差不多了。这块大家跟着了吗？画出来了吗？好嘞，欢迎大家啊！欢迎大家来到一朵云的直播间。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头像加关注哦。每一次直播会自动提醒，也可以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，成为咱们的团宠。成为咱们的团宠，获取我们每次直播时的高清案例图和工具清单，提前一天呢都会发给大家的哈。好，我们已经推远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已经推远了。然后上面的点都是用颜色的点，接下来我们来画这个远处的，画这个远处。画的这个岩石其实相对来说，它应该是勾皴擦的步骤，我们给大家示范的还是足够的清晰的，对吧？时间上应该也是比较宽裕的哈。我们后面画这块的石头的时候，虽然看似繁复，但是我们画起来其实会更加的轻松一些，因为它细节比较少，好，我们先从横着的中心线是吧？从上往下大约画3指，横着中心线到纸张的边缘哈，从上往下大约3指的样子哈，大约3指左右嘛。你的手指呢，宽一点、矮一点、胖一点、瘦一点都不影响。好，从上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开始往下呢去交叠一些，比如说，错落的这种石块，错落的石块在它边角。啊，要接到这个石头上方，然后再从底部给它衔接起来。但这块的墨色它并不突出，墨色并不突出啊。大概我们给它从这块呢加了两层，从下往上，对吧？适当的去或者交叠的跟着颜色的结构线皴擦一下。皴的时候，大体的方向跟着轮廓和结构线一致。然后呢，适当有一定的角度的变化，皴的墨色呢比较淡，是吧？好，倾斜点角度呢，给它区分，对吧？也是从上往下呢，给它稍微的，是吧？擦了一下嘛，区分了一点点，一个大的三角。好，然后我们从下往上呢，给它擦一下哈。好，淡墨皴完了，刚刚的笔触很清晰，是吧？但是如果所有的笔触都很清晰，它就容易碎。所以我们用点淡墨统筹一下，然后再往边角走的时候，再来画一层。这一层的墨色很明显，是吧？湿润的情况下都没有前面重，啊！我们要注意到前后这种交叠的层次哦。好，然后我们呢再从上方走，是吧？适当的去给它交叠一层层的这种石块儿，交叠的石块儿。
交叠的地方，我们大致给它勾勒出来。勾勒出来是吧？中间顺着结构线，我们又给它皴擦了一些。好，在边角我们又要给它添加一层，是吧？高低起伏的轮廓。如果你皴完，你发现你的这个皴擦的墨色是吧，和轮廓线都完全区分不开了，那你需要适当的去复笔，就是去强调、去重复的勾勒一下我们的一些轮廓线，是吧？让整个画面呢看起来更加的丰富。从下是吧往上，从下往上，把底部轮廓周边呢，是吧？给它皴擦出来。底部你可以皴的更平整，皴的更平整。对不对？区隔开，或者说区分开这个左右两侧的这3块石头，大概就画出来了吧？好，有扇面的课程嘛，我们都会画到的，有扇面的、团扇的，包括立轴的，对吧？进心儿，包括我们觉得这种长卷可能画的可能性不大，长卷要画一个长卷得画老久了啊。我们可以画一个，比如说4尺对开的那种，我们之前是画过的哈，不过是立着来画。好，都跟上了吗？好，我们呢就先画到这里啊，然后接下来是吧？我们在这个它的头顶，在石头的顶部用点胎点是吧？高矮的错落。如果你之前画的还没有完全干透，你就可以稍微的等一等再点，丰富起来了啊。你把这一簇画完，这一簇边角它旁边这一簇画完，这张画你就完成了一半了，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稍微的勾勒一下，把中间这一簇是吧，这个高耸一点的这个山石啊，右侧的边角它是有一条小道啊，这条旁边有一条小道小道前方还有一层石头，对吧？稍微的皴擦一下。来，我们推进一点，然后我们从横着的中心线，是吧？从上往下，我们来勾勒一个大致的一个梯形的样子吧。当然，它这个梯形是不那么规则的。从上往下，时起虚收。然后呢，再从上稍微的来叠加一层，是吧？用我们的皴的笔触啊，给它带一带。看皴的时候，我们用笔啊稳健一点点。有的小伙伴呢，夸擦出来，是吧？想快速了事儿，还是要有点耐心啊。好，这是我们画的这个斜坡。斜坡呢，为了区隔开左右两侧，在交叠的地方，依然要给它适当的去擦一下，上下的石块也要保持一点的区分。好，然后我们呢再往左边走啊，左边走这块石头要比它矮一丢丢了哈，那么矮在哪儿？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吧。好，它的这种线条细的呀，这块石头一会儿就要把它衔接过来，就要画到这边来了啊，就衔接到这边来了。然后这块石头后方，我们呢可以再给它勾勒完整，把这一处最繁密、造型最复杂的就在这里了。只要这块你处理下来，后面的轻松加愉快。好嘞，欢迎大家的关注哈。
点亮粉丝灯牌，就可以成为咱们的团宠了。从左下，从下往上。好，我们把这块石头呢，得给它勾勒，勾勒出来。好，边角留出1指，是吧？我们来画这个小道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石头画出来之后，都要跟着岩石的结构的方向，所以我们适当的去皴一下，把它区分开啊。他在画这个石头的时候，用的这种笔触其实就是跟着结构线嘛，适当的去皴了皴，好，然后呢，上方也是一样，笔触都不会显得松散，是吧？而且是跟着结构的角度呢，去注意兼顾一定的疏密关系，它还显得扎实，是不是？好，对，12群的，前面的群都应该是已经满了，可以进12群，好不好？好，把底部给它皴出来，皴擦出来，皴擦的厚重一些。在皴的笔触，它也可能有点松，还不是那么的完整，是吧？我们还有点淡墨，给它统筹擦一下暗部，让它看起来更加的浑厚、厚实一点点，是吧？浑厚、厚实一点点。来喝口水。啊，孙红金呐，谢谢谢谢啊。来，我们退远，大家看看整体是吧？看看整体，然后再往下边走的时候，我们用一些比较这个什么淡一点的墨色，流畅一点的笔触，从上往下啊，从上往下，它不是边角是不是还有一层嘛？是吧？低矮一点点的，低矮一点的。好，这一层画出来之后，我们就把这个结构线是吧，就沿下来。好，很淡的墨色哟，这根线呢不用让它特别的跳跃，这个前面浓一点嘛，后面跳跃这个就淡一点，是吧？到咱们这个树或者石头这一块差不多就可以隐约下去了，隐约下去了。好，这个石块同样在交叠的地方，我们也给它区分了一下。虽然我们这个是要用到颜色去给它塑造的，但是我们的墨底也是画的很充分的哈，还是比较充分的。这儿呢有个老叟是吧，戴着斗笠，在这儿。刚刚有个小伙伴说，为啥不把它画出来是吧？我刚刚画的这张案例嘛，来，我们刚刚不是之前给大家展示了，之前画过一张吗？所以这个大概是7、8月份的时候画的，但是这儿呢没有加那个老翁是吧？我们呢在这儿可以再加一加。一会儿这样的一幅作品呢，大家就可以把它完成了哈，就可以完成了。完成了之后，我可以带大家画点这些松柏呀，细枝，也方便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画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这个挂历也好，是吧？来推进，好的，来喝口水哈，干了这杯热开，凉白开。来，我们在这个老叟的。大约就在这个纸张上1指多吧，1指多是吧？画个小的、扁扁的斗笠，对不对啊？斗笠，然后在这个斗笠靠上一点，再加一个椭圆。
啊，这个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，是吧？斗笠中间它一个鼓起来的帽子啊，帽子啊，其他的不需要你去添加什么。好，然后这个倾斜点的是它的胳膊这块呢，直愣一点的呢是它的这个背，是吧？它的这个背，然后古人穿的那种衣服，它是属于那种什么长袖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胳膊袖筒给它带出来，袖子下面它可以带点衣褶。好，衣服是不是大概就给它加出来了？加出来，它呢是杵着一个拐棍的。好，大概就把这个人给画到这里。是吧？一位老叟正在眺望远处的这么一个景象，眺望远处的一个景象。然后我们呢，适当的给它再皴擦一下，来点淡墨哈，来点淡墨，把远处这块石头不让它完全的是白的，边角给它带一带。OK，好的，干一点之后，画面呢，我们就可以给它进行一些嘛，皴擦也好啊，点呢也好，是吧？好，再等它干一干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后边走。这个树上面有一些细碎的小枝，需要一点耐心哦，需要点耐心，是吧？有了意境，深远之意。通过这个老叟呢的眺望，确实哈，它能带出很多的一种意趣。点赞呢是双击屏幕就好，好溪是吧？是雨溪吗？这个字没太看清楚。来，我们在这个石头上方是吧？高矮的错落加一些树枝，先画最左下角这个吧。这个枝呢，它是翘立在那儿，没有超过咱们树枝的中心线哈。好，从大概这个松树靠上2指左右吧。2指左右，我们把这个树是吧，大概的姿态勾勒下来，当然画的细一些哟，画的细一些，再从右侧，然后再从上方是吧，添加点小枝裹在上面，丰富一点。然后我们再从上往下呢，搭了一些小的线条，是吧？挂着上一些像是一些杂草啊、植被之类的。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些杂叶的方式嘛，杂叶的方式。然后我们可以适当的点上一些点，从上往下点上一些点，好就可以了，不需要你去添加特别多的内容。然后在它左侧还有一棵是吧，单钩的这种小树啊，好，用一丢丢墨色带下来。摸鱼的在点赞是吧？好，今天已经是周4了，可能大家伙儿呢应该也会比较忙啊。
好，明天可能会大家更忙。好，适当点上一些小的胎点，小的胎点，然后再从上往下，高矮的小的树枝。细密一点是吧？就靠这些画面的细节，就靠这一块的这些小树枝给它点出来啊，小树枝点出来了，上面叠加了一些像松树叶片的锯齿状是吧？排一排的点，一排一排的去点，对，就可以了。然后再往下方走，然后我们再往上边去叠加的时候啊，细密的点画完，我们这张画就完成一半了。好，我们从上往下啊，在这个石头的左侧，哎，给它叠加一些小的、不经意的，或者说类似于这种树枝、树干的这种笔触吧。好，线条画出来之后，上面呢都是一排排的去点上。啊，类似于这种高度概括的这种锯齿状的松针，呵呵，对不对？像锯齿一样，边缘呢高低起伏，然后再往下边走。好，用浓重的墨点，浓重的墨点点上，点在岩石结构转折偏顶部的位置。好，再从上呢，我们来高矮的加一些小树，加一些小树，同样也是一样，高矮的错落的加啊。不一定要加的特别的茂密，但是姿态感是吧？要体现出来。这张画的仅有的一些细节嘛，仅有的细节，放大一些是吧？可以的。好，中间稍微的茂密的添加。好，咱呢现在就把这一块儿，的松树是吧，或者一种杂树的植被给它带出来了。那接下来我们需要的是在右侧还有几棵小枯枝是吧？给它加完，后面画起来就更轻松了。对，好，从上往下，从上往下的，我们再来最高的这个树枝，大家画到哪儿？就画到大约整个，我推远一点，大家看看空间哈，位置在哪儿哈？就是纸张的顶部到这个横着中心点，大约一半儿，一半儿是吧？画到这里就差不多了。然后离整个纸张的边角还有1指左右，1到2指左右吧，间隔在这儿的。好，我们把这种枯枝是不是给它带出来？多在顶部的时候，可以适当的多一点波折，多一点波折。好，然后再往下来。
树枝、树杈点出来了。可以，如果你跟直播的时候，大家可能不太方便，或者说我觉得跟起来是吧不那么轻松，你就先跟一跟，大概可以先看一看是吧？大概定位置啊和绘画的一个过程，你心里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数目之后，回过头来是吧？咱们如果有了回放，你可以自己呢再去通过回放呢去练习是吧？这是我们很多小伙伴经常使用的方法。那你可以是吧？我们说的回放的时候，你自己晚上睡不着觉，或者不用加班的时候啊，时间方便，甚至于自己待在家里的时候呢，那你慢慢的话是吧？你可能会更加的这个方便一点啊。跟直播的话呢，确实会有你仓促的时候，仓促的地方。横向的稍微把咱们的路面给它带一带啊，把咱们的路面是吧，稍微的加一加哈，山径的小道，山径的小道，好，隐隐约约的往后方带一带就可以了。然后在这边角好像又有2棵也比较隐隐约约的2棵树。好，上面呢也是这样的点，好，茂密一点嘛。茂密一点。好，画这一簇的时候，画这一些那么多小细节的笔触的时候呢，容易显得有点碎。一会儿我们可以用颜色啊或者墨色统筹的染一染，统筹的染一染。好，画好了吗，小伙伴们？好，欢迎各位小伙伴的加入啊！可以点关注，点关注不迷路。以后我们每次直播会给大家提醒的会给大家提醒的，自动提醒。然后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，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就有权限进入了。进12群，前面的群都满了，你进一个群就可以了，不用反复的叠进去进其他的群哈。有的小伙伴都已经进了一个了是吧？他还申请进另外一个就没有必要就没有必要，因为发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。声音好熟悉是吧？看来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直播间哈。好，一会儿得多来你就更熟悉了啊。好，在边角上我们呢稍微的点了点。好，这一侧的边角也是一样。好了，这块大家跟上了吗？一半我们就画完了啊，一半就画完了。点头像你应该就能看到，就可以申请进群应该就可以申请进群。跟上了，敲个666啊！来，我们喝口水，伙计们，顺着网线干了这杯凉白开，好，是热腾腾的开水啊！好嘞，好嘞，好，关注就知道以后直播的这个信息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往后边去勾勒这些瀑布，是吧？把这个瀑布给它定出来，在这个小的石头，这个小树小树的下方吧，然后我们给它加一根线，推进一点。咱们这个松树的下方，是吧？加了一根比较浓重的墨色的线条吧，然后呢，把这个瀑布是不是给它间隔出来了？间隔出来了，然后这个瀑布的墨色它是比较重的，来我们给它皴擦出来。好，它的旁边还有一个比较流畅的一个边缘嘛，水流它的这个激流的一个形态。好，然后再往左边走，左边大约超过咱们这个竖着的中心线，是吧？左下角大概离竖着中心线左侧2指多，然后呢，
然后呢，再从上往下数大约3指，横着中线往下数大约3指，就是左侧它最宽的地方。左侧呢，它也是一颗什么？也有一个瀑布的造型，是吧？水流的造型。好，大概把这个石头定出来，对吧？好，它的边角是一个不太规则的形态。好，是吧？这个造型给它画出来了，后面我们才能更好的去把水流的感觉定出来。这石头画完之后，从边角啊环抱，是吧？从边角往内呢去给它环抱。来给它环抱起来，再来点浓重的墨色，稍微越过了竖着中心线一点。好，从上往下，有2层岩石嘛哈，我们把底部这一层先给它勾勒出来。从上往下，时起虚收，它能更好的去衬托咱们的水流。然后我稍微退远点点哈，所以现在不知道画到哪儿了。前面重，后面虚一些，把这个石块的造型先确定出来，跟着咱们的结构线，是吧？适当去皴擦一下，用淡墨。这块石头在画的时候，左右两侧相对重，才能把中间凸显出来，而且两边重才能把两侧的水流给它衬托出来。当然，这个重都是相对的哈。好，比如说跟着这个岩石结构线从下往上，是吧？把这种环抱的，通过你的笔触的方向去暗示出这种形态的结构的感受，然后我们再从下往上走，用淡一点的墨色，是吧？干枯一点点，控制一下比例的水分。好，其他都可以衬托衬托，用淡墨来。好，淡墨把之前皴过的地方的留白的笔点是吧，给它统筹的擦一下。擦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往左边走，上面还有，它不是还有一些树吗？等等，我们把这块石头给它画完整，是吧？画完整了，大家更清晰，咱们到底画的是什么，然后画的哪一块儿？然后在它边角这儿，底部这儿，它又要加一簇小的石块。好，这个石块加到这里之后，从上是往下的。啊，交叠一层，是吧？2层瀑布，2块细碎的瀑布，在它旁边是吧？给它这个山峰是吧？这个左侧最宽的地方齐平过来，
是不是齐平过来？那么在这儿呢，我们要加一个，就在这个山涧之间嘛，这个河沟，河沟里边。稍微添加了点点小的线条，上方我们再来。好，它这个造型偏梯形的吧，是吧？有点偏梯形的感觉。然后到这个转折这一块儿，为了衬托水流，底部是吧？它要加重一点，因为这块石头它是左右两侧都需要去，起到衬托的作用，所以呢，它的本来的墨色我们就画的更浓重一点，然后再往下走，再往下。再往下走的时候，稍微的参差一点。好，稍微来点淡墨，稍微来点淡墨，把底部统筹，让它统筹起来，不要让它显得琐碎。好，水流的感觉呢，就开始有一点点呈现了。前方的这个呢，我们可以给它勾一点点水纹，勾一点水纹，从上往下。把水流的这种急促的或者流动的感觉是吧，给它勾勒出来了，然后再从上往下呢，是吧？再来，哎，从上往下的激流的感觉。这一块儿你可以自己适当的擦笔，带一带。我们这个擦的笔触呢，它更多的是体现也是水流的纹理嘛。但为了衬托这种水流，是吧？左右两侧的石头往往都会加的相对重一点儿相对的重一点儿，但是不要晕出去了，晕出去那个形态就更不好看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在岩石的这个偏顶部的地方或者斜坡的位置呢，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这个小细碎的笔触细碎的笔触，看起来像岩石的这种纹理的感觉一样，当然不能填的过碎稍微有一些含混，有一些肯定的笔触在里边，它显得扎实哈。有的小伙伴呢，要么就含混一片，要么呢就太过于琐碎，是吧？过犹不及，都不太好，都不太好。好，左边为了用一点淡墨，对，把这个水流区分开，我们把岩石呢也稍微的，是吧？带上一点点墨就可以了。最后我们还是以颜色，主要以颜色方式呢去统一，去统一画面。欧了，好了，然后我们再往左边走再往左边走。
我们给它加到这儿，然后从这个斜坡是吧，从上往下，自己可以稍微的带上一些小的细线。好，加到这儿，然后左边我们就要添加它的小的细节了哈。添加一块石头的轮廓，画完就可以画最后的这个山峰了。最高的地方就是这个石头的边角，大概最宽的地方就画到哪儿？就我们横着中心线上方就行。这样立过来。到这个水口边角，来，我们画的这块细碎的小石头哈，左边从上往下，边角，稍微的擦一擦，顶部。擦一下之后，尤其像中间这块细碎的石头，中间顶部我们都要给它适当的用墨色带一带，对吧？染一染。然后边角这块呢，中间是吧，也有一些重墨。好，边角我们再来添加一些小的，它能够间隔这种水流的瀑布中间的细节嘛。这地形好复杂，对吧？它本来这个画就写的叫云若寺上行5里啊，二水汇合处有这种微风耸立，对吧？奇树多立啊，在这个画面当中颇有一些奇观。大致他在落款的地方就这么写的。如果没有这些特质的景象，这个画家还不一定画呢。天天画一样的也不太这个感冒。好，然后我们从上往下是不是再来？然后我们呢再从左侧适当的再勾勒点水纹、水波纹，一层叠加一层的哈。左边是吧？左边我们勾勒一层小的石块，堆叠起来就行。墨色不需要特别的重，底部这一侧依然需要一些淡墨去支撑它。好，底部往上皴擦开来。是的，有难度才有进步。造型呢，可能稍微有繁复细密的地方，但是你不可能天天我们只是画这种简笔式的，是吧？好，当然我们还包括了有回放在内嘛。我们有兴趣的小伙伴自己呢，可以回过头来再去，通过回放呢，适当的去练习，好不好？回放它是永久观看的权限，是吧？不限时间的，不是说1年或2年，你可以慢慢的看，好，申请加群了，我们的管理员或者我一会儿下播之后呢，会给大家陆续通过，不用着急哈，不用着急。好嘞，我们大概把咱们这个石块左下角这里，先加到这里，然后我们后面就要来画后面的小的细节了，先把这小树再加，你现在把基础打好了，一会儿画面的效果才能更加的突出啊。特别喜欢这张画，有回放吗？有啊，有的。我们下播之后就会把回放上传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往上面添加一点小细节。
上方是吧？这么多小枝，其实都是细碎的小枯枝嘛。从底部往上去添加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往这个右侧。是的，在学浪上观看哈。如果加群不会的，就是你点头像，点我的头像，然后呢，把它点头像，然后往左这个有一个就会有一个看到申请入群进12群就可以了。然后其他群满了，你就不用去反复的去叠加，或者你已经申请过其他的群了。人群超过500的，或者你看到的接近500的，可能你都进不了，因为前面都已经有人可能申请了，对不对？你就申请进12群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如果实在不会操作的，也不用着急，好不好？慢慢来。好了，我们的这个树枝是吧，就给它加到这儿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画这个画面上方的这种微风耸立的高峰了，上面苔点我们都没有点哈，苔点都没有点。把这个陡峭的山峰画完，我们再来画左侧，从上往下，大效果是不是已经有一些了？这张画我们已经完成一多半了哈，一多半了。好，欢迎加入到咱们粉丝团的成员哈，峰峰小慧成为咱们的粉丝团的第小8000的人了啊！来，我们再从上往下，从上往下啊，稍微的勾了，调黑点墨色，调黑点墨色。从整个纸张顶部，往下数，我们来看一看，大概从哪儿画。在我们基本上就位于它最宽的地方，也就位于整个画面竖着的中心线，是吧？稍微靠左一点点，这就是它最宽的地方。最高的地方呢，离整个纸张上从上往下至少留出1指左右1指左右。我们从前往上去勾勒都可以啊，从前往上，大约位于咱们从顶部往下数吧。好，依然是一个是吧大白兔的一个距离啊，顶部往下数，大约一个大白兔加1指的距离，这是我们第一块岩石的，我们画第一块岩石最高的点，就最前方那个棱角，它是方方愣愣的，都在竖着中心线靠右，竖中心线靠右，拾起，好，勾了啊，拾起，虚一点点收。虚一点点收，底部要有一定的留白，为啥？云烟遮罩是吧？山石足够巍峨，足够高，足够峭拔，足够神秘，怎么去体现以烟云锁其腰是吧？更见其秀美，而且呢神秘。好，这个石头大家应该都能看得到，看得懂，明白吧？它的造型比前面那些呢看起来更直观一点点，一个正面，一个侧面，还有一个顶面，只不过分在这种块面呢没有特别的明了嘛。好，然后我们再从上方来。购买了是吧？好，在群内现在我们人少，还可以给大家点作业哈。现在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点评作业的服务，你画的画你可以发到群内，我给你点我给你点评我们前面的这个加入的小伙伴呢都是比较熟悉，甚至于呢有很强的熟悉感的哈，所以我们可以给大家把这个目前现在画的画给它点了。好，然后我们把画这个岩石顶部是吧，明显的轮廓勾勒出来，底部在画的时候呢就虚一些，然后再从边角
啊，再从边角呢给它稍微的皴擦一下，稍微的皴擦，然后再往下方走，勾勒一点点叠加的层次，是吧？好嘞，好，大家坚持啊！一会儿到11点半，我们到时候给大家来一个来一个福袋啊！要是中奖了的啊，不管你有没有加入啊，不管你有没有购买咱们的回放课程，如果你中奖了，咱们也可以把这个作业发到粉丝群，给大家点评一次，好不好？仅限当日有效，一会儿看大家的这个手气了。好，左侧啊，左侧，我们呢大概高1指左右。高1指左右，从上往下，是吧？也是一个像一块砖头，是吧？拉长的一个砖头，方块的哈。没有看见大白兔吗？大白兔应该都在里边，往下拽一拽。好，是吧？下面它这种交叠的结构，后面这一层呢，它要稍微的多一些。好，横向的这种结构线呢，在这儿是吧？我们要稍微的添加一点，添加一点。然后再从上往下，从上往下给它拽开。然后我们呢，再来把它的边角是吧，左下角给它再勾勒一块。好，湿气虚收，是吧？给它带过来了。然后我们再从上方走。一层层叠加，你别看那个山石看起来特别复杂，对吧？特别复杂，但是你看我们稍微的把这个，稍微的这个给它皴擦一下哈，皴擦一下，勾勒2层，一层勾勒出来，后面勾勒起来就很方便了。好，在这种结构区分或者说棱角分明的地方，稍微的擦一擦，对不对？也是用淡墨的方式。这画儿它看起来厚重了，底部是虚的哈，留白的，没有画。最底部记住喽。然后我们再往上方走，再往上方走，它也是这样一层层叠加上去的嘛。所以你越是繁复细密的东西啊，它往往呢都会有内在的秩序和规律啊。除了前面那种小数，对吧？那种小数呢，你需要一点经验是吧？去把握它画面整体的这种关系哈。然后再来，然后再从它的后方走，在那后方，然后我们从顶部给它勾勒完整一点啊，后面好几层，我们先一层层的给它交叠出来。先把这里好，然后边角交叠的地方给它衬托，衬托，然后后方是吧？就是这块
宽一点的、高耸一点的石头了。但越往后面走，墨色是越来越淡的啊，越来越淡。买直播加大白兔，又美又甜，简称甜美，简称甜美。我们只是希望大家在画画之余啊，是吧，能够更愉悦、更开心一点，是吧？香甜软糯大白兔，开心的弧线，咱们的开心果。然后你可以呢，在我们画画的时候呢，背上一点儿，背上一点儿。啊，当然还有一些呢小巧的这个正齿，有小南瓜是吧？还有是吧？还有我们这个小的这个装饰的这个样子的。好，我们再从左右中间嘛，呵呵，中间是吧？给它侧锋的，是吧？擦一擦，区分开一点点，稍做一定的区分。前面对比实，后面的对比弱一些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擦出来是吧？啊，左侧也是一样，缓爆起来了。但中间你看，我们用淡墨把这种云雾的效果给它暗示出来。好，用淡墨把云雾是吧？用淡一点嘛，枯涩一点的。水呢不能太大。把我们岩石都给它过渡自然。有的小伙伴呢就在底部，他就画皴一点点，所以它是我们皴擦的时候，它是一片，所以它要把云雾和这个岩石的底部的墨色，它要衔接起来啊，衔接起来。啊，你如果只皴一点的话，它看起来可能就不够到位了，不够到位了，是吧？皴一点点，而且它画面也看起来不够衔接，不够自然，也不够丰富，是吧？云烟锁腰的美景，就开始有一点点呈现了啊。这个时节可能很多小伙伴可能看到云雾的可能性比较少，但南方还是还是容易看到的啊，容易看到。好，然后我们再从左边走。再往左边走，后面那一块的轮廓，我们直接是通过染色的时候给它点出来哈。还有10分钟，咱们到时候给大家发福袋啊，抢到福袋呢，会给大家这个进行作业点评啊，就看一会儿大家的手气如何了啊，手气如何了啊。好，大致的效果是不是有一些了啊？有一些效果了，大家画的怎么样了？这块石头有没有跟上？有没有画出来？如果画出来的，可以敲个数字1哈，我们看看整体的一个效果。这是我们大约画了1个多小时的一个结果哈。我们画的挺慢的啊，画的挺慢的，跟丢了，没关系。还有可以听回放的吧？还可以听回放的。而且零基础的学员，我们还有赠送的基础的技法教程，可以让我们从拿笔调墨啊开始啊讲起，是吧？如何去用笔，如何去调和墨色，是吧？怎么去识别咱们的纸张基础的技法啊，皴啊、勾啊、擦呀、对吧？点啊、染啊等等，都会慢慢的给大家讲到。好，回放，而且是永久观看，是吧？
你如果说，比如说在平常白天你跟着我一起画，你说时间来不及是吧？跟不上，或者呢有一些听不懂，对吧？甚至于喜欢的案例呢总是错过，那么我们可以呢这个选购咱们的回放是吧？永久观看，哪里不会点哪里就可以了。最近我们还可以给大家，现在还可以给大家点评作业哈。昨天晚上是吧？给大家点作业点了的小伙伴可以来回复一下，是不是？好，然后我们在这个给大家点了，最近都点了，应该是有一两百条了吧，一两百条了。好，我们再从上往下哈，再稍微勾勒一点这个轮廓线，是吧？勾勒一点轮廓线，是吧？大致给它勾勒出来了。好，然后再从上往下交叠出来，交叠出来。现在趁咱们人少，哈，可以精准一点的给大家辅导这个作业啊，辅导作业。好，这是勾勒的左侧的轮廓。确实，像这样的一个永久观看的权限，上百节是吧？还是赠送相应的基础教程的课程。你相对于大家出去可能是吧，和朋友吃顿饭，可能都不止，对吧？你刚刚有朋友说的这个一支口红，是不是？你可能在线下如果学国画的话，你这一节课是吧？一节课的费用。好，继续推进一点点。就看看不画是吧？通过回放练习。好，很多小伙伴白天都要忙于上班嘛，来听课都是摸摸鱼，是不是？好，左侧呢，我们大致把这个山势的轮廓画出来，顶部留白，虚空到云雾当中，底部呢反而需要我们实一点点。不是所有的岩石都是底部虚，是吧？哎，它有各自的这种造型。口红好几百一支，是的。好，这是一个大众，我们说了解学习，我们说国画国潮是吧？国风的时代呢，以后我们的书画是吧，会成为一种稳定的社会的一种文娱的一种方式，生活的方式。不仅大家可以打麻将是吧，跳广场舞，对，不仅是看电影。我们一节课呢，大致一部电影的时间，让大家收获实实在在的画中的美丽，自己也可以掌握一门比较文艺的绘画的技法，可以陶冶自己，悦纳自己。好，从上往下，对吧？稍微的给它点上一些点，点上一些点，出一点小枝，出一点小枝。好，我们在这个岩石的边角啊，点一点。云讲解一下，我马上要画到啊，你可得听好喽。这个云雾，你要实在不会画，你就留白，你要留白，好吧？回头我还在技法赠送大家的基础技法教程里边，还可以给大家通过刻图稿的形式呢，详尽的讲一讲，好不好？我还给你们讲一讲这个什么名家笔下如何画云呢？来，我们呢再把这个水流瀑布，在这个横着中间线，反正这两岩石之间底部这一块，我们再给它来一个小的，像你们像上楼的那个台阶一样的瀑布，是吧？造型，水分控制一下，好，搓两笔，就重复的是吧？叠加几笔就可以了，然后再从这一侧。好，在它上方呢，它是似乎是吧，若隐若现，又有一点点瀑布是吧？水流，对吧？我们说山径小道，水流瀑布，往往呢要什么？要寻微探幽的感觉是吧？要有一定的这个水源呢，或者我们这个山径小道这种
它这种源流的方向，我们要给它适当的暗示一下。稍微的是吧？用淡墨擦一擦，淡墨的从它左侧平整一点点的淡墨哈，但不能太浓重。在瀑布左右两侧用淡墨是吧？给它擦出来。但后面它可能会点上一些点，点，丰富一点。我们来点胎点，来点胎点。用我们细密的笔点，淡墨的方式啊，淡墨的方式，茂密的笔点，因为通过这种点，它画面会显得更加的丰富，是不是？更加的丰富。但墨色不能跳脱了啊，不能跳脱了，只是为了体现一点点风貌，是吧？就是丰富繁茂，若隐若现的一种小的细节。这张画你现在看似非常的直白，是吧？它其实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的，有很多的小细节。好，有小伙伴可能会问，老师云怎么画的，是吧？好，那么就开始了哈，就来了。好，这个点呢，我们就先大概点到这儿吧。在这个石头上方，我们要稍微的点上一些胎点，还有给它稍微的加上一点点小数。加完我们就可以染色了啊！还有2分钟啊，准备好你的小手手啊！一会儿我们要给它发个福袋啊，发个福袋。如果你抢到了，我们呢给大家在群内点作业，好不好啊？即便让大家如果那什么的话，我们就语音点，就直接语音点给你。来，我们点一点胎点。好，记住哈，一会儿如果抢到福袋要截图是吧？要全屏截图发到群内，然后再把你画的这个案例发到群内。如果你没有画，当然啊，那你如果说以后到了我们的回放的课程当中，我们还是可以给你点的，还是可以给你点的。你今天要是没有画的话，那就不能啊。然后我们再点上一些小的胎点，在岩石的边角。这其实是点一些树的姿态，让这个让这个山石是吧丰富一点点，丰富一点点。是的，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，可以点关注哦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以后每次直播都会给大家自动的提醒，而且会有我们的高清案例图工具清单，是不是啊？在我们的群内粉丝群内给大家候着呢。提前一天给大家预告，所以你想要跟直播是吧？或者说你以后你要选个回放，你都是非常便捷方便的，好吗？来，然后我们呢再来给大家稍微的把树冠的姿态是吧丰富出来就可以了。然后岩石的边角稍微的加一加。是吧？不经意的这种点，啊，不能显得琐碎哦。好，包这一侧其实也有，因为旁边可能没有这么干，我们呢稍微的画的枯涩一点吧。好，到点了是吧？好，来说发就发啊，推远一点镜头啊，推远点镜头，大家可以看看整体，这个基本的大效果已经有了，到30了是吧？好嘞，来颗大白兔，先别着急，来我看看福袋啊，找福袋，好，福袋，我们输入口令，输个博云
香水。好，倒计时3分钟，全民福袋都可以抢，只要你抢中了啊，只要你抢中了，都可以什么？都可以这个都可以这个获取，都可以获取语音点评，语音点评，好不好？来，3、2、1，发起。好。OK。好了，福袋发起全民。好，开始啦，可以抢，可以点一下，不知道怎么点的，就是点一下红色的那个红色的包包，红色的包包啊。好，抢到福袋给大家点作业，这个跟直播是不是很好玩？好，我们继续啊，然后我们再来一个。你点完了之后就可以了，不用一直去点啊，点一次就可以了，不用一直去点哈。好，然后有小伙伴说云怎么画的，是吧？云其实都没有画，都是留出来的，是吧？把边角的这种什么这种墨块，它的边缘的姿态你先找出来，然后墨色能够把旁边的环境给它这个衬托出来就可以了，衬托出来就可以了，好吗？然后我们来一点点淡墨，来一点点淡墨哈，淡淡的墨色，把我们的岩石从上往下，周边是吧？擦一擦，擦的时候是吧？你留出的白，注意到就是留白和你皴擦的这种墨块之间的边缘的形态啊，注意到这个墨块边缘的形态，好不好？福袋倒计时还有1分半啊，一会儿剩30秒的时候，10秒的时候或者20秒的时候，给大家呢，倒数秒。好，记住了啊，一会儿是获得了福袋的小伙伴要截图哦，要截图哦，你截图了我才知道你到底获没获得呀，对不对？好，用淡墨把这个岩石啊，给它或者背景的地方稍微的擦一擦。留白的地方是吧？你就直接留出来就可以了。画面就开始看起来有点空蒙了，对不对？有点空蒙了。底部这块是吧？也给它稍微的擦出来。抢到的抖币都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啊，这都是实打实的可以用的。好嘞，还有30秒啊，就看谁是幸运观众了。我们呢现在可以拿出颜色来了，用我们的花青，还有咱们的赭石花青赭石，主要用这2种颜色，还有咱们的这个石绿，或者你用藤黄加这个花青调和都可以，好吧？主要就用这几种颜色。然后我们再来往右边走，拿出干净的笔啊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开奖了！获取的小伙伴别忘了截图啊。好，你获得了吗？好嘞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呢拿一个干净的笔哈，拿一支干净的笔，控制一下笔里的水分，吸毛笔的吸一吸啊，吸毛笔的里的，把毛笔浸湿，然后用咱们的赭石色开始来染了啊。好，墨稿需要截图的可以截一下，截好了的小伙伴也可以在群内分享一下啊，群内分享一下。好，用赭石色啊，没折中。没有关系，回头在咱们的这个学浪的班级群我们还可以给大家继续点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说了，现在人少，都可以给大家点评作业。好，用赭石是吧？淡淡的赭石色，中了是吧？中了是吧？好嘞。
好了，发了好几十个哟。好，淡淡的赭石色啊，淡淡的赭石。好，你现在就可以截，就可以截，给全图。这个在粉丝群内都有啊，我们提前1天都把这个全图发出来了，对吧？都已经发出来了。好，我们开始着色了哈，淡淡的赭石色是吧？淡淡的赭石，你甚至可以加点点墨，都是可以的。然后从底部，我们用的这个颜料呢，就是这个玛丽的24色，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边都有。刚刚有朋友说没有颜色是吧？用大白兔是有的，24色、12色都有，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是吧？你可以去挑选去使用。好，用咱们赭石色轻轻的是吧，像擦一样的去染，我们勾完了，皴的差不多了是吧？开始在这个皴过的地方或者岩石偏底部的地方偏暗部交叠的地方，我们用这种赭石色，对吧？用这种赭石色给它染出来，当然都是淡淡的哈，非常淡。有一点点像小青绿，但是如果真正按工系的青绿是吧，那种方式去染的话，那可能还要讲究很多这种呢还是偏浅酱是吧？只不过一些美术的评论家经常把它说它这个是什么小青绿是吧？好，这个呢都好说，这个你在画的时候自己注意一下就行了。皴过的地方或偏底部偏暗的地方都可以用这种淡淡的赭石色是吧？带一带。谢谢咱们小伙伴们，对吧？又刷出了刷榜的小伙伴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树干是吧？树干给它染一染，染一染。淡淡的。好，岩石的暗部、树干，对吧？还有山径的小道，就用这种淡赭，对吧？淡赭可以给它带出来。双钩的树呢，都可以用这种赭石色来带。好，坚持咯，效果就快出现了哟。链接1包含了什么话？这包含了我们至少120幅完整的案例的直播，然后这些案例图，我们哪天你应该在课程的那个介绍页应该能看到一些，我想你如果喜欢这张作品的话，那你肯定会更喜欢其他的作品，更喜欢前面的一些作品啊。好，当然我们还会，当然不仅仅是画一些比较偏直观的，我们也会画到一些高古一点的传统的笔墨的，是吧？临摹的作品，但一点点的来呀，一点点的来。好，来淡一点，把左边的山石的边缘扫上一扫。好，这一侧是吧？云雾这块我们要扫上一些。好，大致需要我们用赭石色去染的地方，先到这儿是吧？先到这儿。好，前方这个树干是吧？你可以稍微的是吧？稍微突出的地方，突出这个树干的话，染色呢可以稍微的重一点点。好，我们染色的时候一定要换笔换干净哈。中了12逗比，厉害厉害，可以。来，我们呢再拿一个干净的碟子啊，干净的碟子。然后用花青，然后再拿个干净的碟子，我们用到这个，把墨盘就放到一边去了啊。我们把这个石绿也拿出来，
是吧？这张画毕竟用到的比较多。如果你用的玛丽的12色，就是我们的3绿的那个颜色，好不好？啊，每次用的时候不用特别多，然后稍微的洗一下，把毛笔洗干净哈。每次换颜色的时候都是这样。我们先用花青的这个颜色啊，依然是比较淡的。每天上午9点半啊，我们可能一般可能周五啊，或者周二啊，我们可能会休息，休息也会给大家通知的。但是其他时间一般我们都会直播。好，把这种石头稍微来点淡墨，淡淡的颜色。先用花青打个底啊，先用花青打个底，把这一大簇的岩石染出来。好，打个底就好，然后顶部的也是一样。好，顶部的也是一样。啊，左边是吧？好，包括我们的石头上方，用一些颜色微微的区分一下，区分一下。来，我们再来一些这个三绿或者10绿，然后染在这个岩石的前方，是吧？你可以稍微加点赭石色，是吧？把它的纯度降低一点点都行。好，之前留白的地方，是吧？我们用这种颜色来给它染上去。我们用的这种颜色呢，因为纯度比较高，所以它可能会鲜亮一点点。当然，我们刚刚是新画的嘛，是吧？它这个画已经有100来10年了，是吧？保存不一定特别好，所以呢，它可能就有一些发旧。我们在染的时候呢，可以适当的再鲜亮一些啊。然后我们再来一点点，再来一点点，把上方也给它染出来。我们先染了一遍淡淡的颜色，都没有添加太多的细节。一会儿我们还需要去给它适当的去加重啊。好，这些地方颜色呢都不算重，都不算重。是的，不仅仅是让大家去看个回放，回放更多的是让大家去，比如说便捷的去巩固啊，或者去练习。我们会一直带直播的方式，带着我们的小伙伴呢，去有节奏的，是吧？有步骤的去走。当然，回放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更加稳定的，或者我们说方便的这个学习的方式啊，学习的方式。有直播，有回放，而且呢，有人陪着你，是吧？我们一群志趣相投的小伙伴呢，都在我们的云山小筑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石头，是吧？都染的比较淡，目前，啊，不要着急一遍把它到位啊，不要着急一遍到位。很多小伙伴不是一遍能到位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用着急，你要是一遍想的到位呢，那很可能就容易把画画毁。很可能是吧，画辛苦了这么久了，结果染色的时候让自己是吧，让自己这个画儿出问题，可能会很气恼的。所以在我们画画的时候，希望大家能放松一些，是吧？我们经常讲，画好了就是一张画嘛，画不好就一张纸啊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一上来不要给自己说啊，我就必须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，对不对？那样的话，容易给自己一些负担。好，左右
左边的是吧？它也是石绿的颜色嘛。好，效果是不是开始出现了？好，稍微的用试笔纸吸一吸啊，这个水呢有点大，免得一会儿是吧？这个就完全晕出去了。为了让它快一点，咱呢就这个水用的比较大啊，把边角吸一吸，再用你的卫生纸或者是咱们的这个生宣啊，都可以给它是吧？吸一吸的啊。这个画家也没有活太久，这个画家50多岁吧，大概53岁，1987不对，1887年，1887年出生，然后40年去世的，好像是啊，所以不算是特别丰产的一个画家吧。好，以比较跳跃的这个花青啊，他咋走的？哎，这个不好说。再说了，课都传不上去啊。好，细毛笔笔肚，是吧？把这个右侧需要浓重一点的花青的地方，是吧？我们给它染出来。然后中间这块石头也是一样。是吧？这个是把这个树上面的花青色，还有这个树叶里边的花青，是吧？一点啊，我们的画面呢，它就丰富起来了。画一张清凉的，是吧？山居小品，还是不错的。待在家里的时候，冬天呢，出门又太冷了，在家呢又闲来无事，我们又不可能天天只看电视，是吧？画点画，是吧？文雅一点点的这种国画呢，还是挺不错的，符合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一种审美啊。当然，我们可能在直播的小伙伴有部分呢是是吧，在海外啊，这也是我们华人共同的一种这个什么传统的这种文化艺术方式嘛。然后在我们的山顶上方是吧，也用这种花青啊，把山头局部给它带一带。笑一笑是年少，只要你愿意来我们的直播间，是吧？游山玩水或者是跋山涉水，你都是拥有不老的灵魂啊！不用担心自己多少岁跟不上，是吧？或者说画不画得出来，你去体会、去感受就好了，去体会、去感受就好了。何况我们这个费用是吧？啊，都是要回放的费用是吧？那你也大家都吃不了亏，也上不了当啊，都比较公道的，应该来说比较公道。好，然后我们大概染的这个视觉效果呢，就先到这里。你可以整体的去调整，或者说我们再来去适当的去染一染。有些画画的爱熬夜不太好，这是在说谁？这是在说谁？好，我们再把远处的这个山头，我们再加一点点啊，底部稍微的扫上一点点啊，底部，顶部我们从上往下，是吧？有个边角嘛，从内往外，就是他把远山这个棱角是不是用颜色微微的暗示了一下，微微的暗示了一下，不需要你去刻画什么，但是我们要带一带。
好，然后我们稍微的来点重的颜色啊。石绿之前有支绿吗？没有用支绿，大家跟上了吗？好，染出来跟上的啊，来敲个1吧。我们看一下大家的进度啊。这张画呢就差不多到这里。你看云雾我有画吗？都是留出来的，只不过留的这个姿态你要看起来形象一点就可以了，不需要你去刻画太多，不需要刻画太多。1号链接有多少节课？至少120，至少120，然后再加我们的基础技法教程，还有临摹，这个，而且这个120我们说了，后面还会陆续的，还会更新的啊。然后我们用这个，这是至少的120哦。然后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石头的边角是吧，稍微的染上一笔，染上一笔。眼睛跟上，手没有跟上是吧？这是常态啊！如果说你跟直播都能完完全全的跟下来，那证明你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了，有一定的基础了。我们希望通过这张画让大家画出来，画画的时候更加这个什么愉悦轻松一点啊。像我们今天这个时间画这种小画，其实还可以来一张，还可以来一张。好，我们今天就画到这里。好，前方的小石头呢，我们也给它稍微的染出来了啊，稍微的染出来了。然后，你还可以自己适当的去丰富，比如说你想要突出的这些位置上的岩石，用花青也好，或者突出的颜色。好，这样的画面是我们小伙伴的口味吗？好，你们喜欢画这样的画吗？好，我想现在还在直播间的肯定是比较喜欢的，还是比较喜欢。好嘞，小伙伴们都辛苦了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，大家用餐愉快，好吧？用餐愉快，然后呢，记得午休做一个美美的白日梦。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